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英国留学，主要是本硕阶段存款证明相关的问题。因为每年呢，尤其是这个时候，5、6、7月都能看到很多家长在问这个事儿，我就可奇怪了。因为像这种文章真的铺天盖地，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么多家长问？所以我打算还是介绍一下。这个视频呢分2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讲解一下关于存款证明这个事儿。第二个呢，就是讲一些关于签证的这个相关数据。我先讲一下关于存款这块儿。很多家长呢就在问，存款是到底存在家长名下还是孩子名下？这个毫无疑问呢，还是一定要存在孩子名下的。你要存在家长名下就会很麻烦，你得证明你和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联系，就要出生证明什么的。而且你出生证明还得翻译，对吧？所以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所以存到孩子名下是最省事儿的选择。关于存多少钱，非伦敦地区一般存个30多万就行，伦敦地区40多万，这也是大概1年的消费水平嘛。重点来了，如何存？其实主要就是2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存款证明，第二种是活期。为什么绝大多数网上的人都在推荐存款证明？说白了还是省事儿嘛。就是因为存款证明呢，这种大银行，比如说中行啊、中信啊，包括建行，它可以直接开英文版，就中英文双版，这样你不用再翻译了，对不对？你如果是用活期的话，因为开出来的活期证明肯定是只有中文的，目前没有这种双语的，你还得想办法去翻译，这不就多了一个步骤嘛？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大家可以找到的资料都要推荐用存款证明的原因。首先呢，存款证明分2种，一种是定期存款证明，另外一种是活期存款证明。能用的就是那种定期的存款证明，千万不要存成活期的。办理存款证明，首先是要把钱存入银行变成定期存款，这时候会给一个存单，在存入日加上28天之后，这个时候办的存款证明就是可以用的这个存款证明，当然一定要是定期的啊。此外呢，就是活期，活期能不能用？其实也是能用的，但是就如之前所说比较麻烦，因为你开出来的证明都是中文版嘛，你还来翻译。虽然你也可以自己翻译，但是我想一般的留学生都不太敢翻译，你要去找翻译公司，花钱还麻烦，对不对？活期的话就很简单了，就是你把钱直接存入你的账户里头，然后呢，这个钱不要动，保持这个数值到28天以上，打流水就行。打流水的目的就是证明你这个钱呢，在28天或者更久的时间，都是在这个数目或者以上。然后呢，在提交签证的时候，提交上原始的档案以及翻译件就行了，当然都是扫描件啊。一些常见问题，首先是翻译，一定要找有资质的翻译公司。这个翻译公司是要求有什么呢？第一，它要有营业执照或者相关资质，国内的，但是需要有英文的资质。其次呢，每一页翻译件上要盖有公章，最好是有译者的手写签名，这样才最珍贵。第二个呢是理财能不能用？理财是不行的，必须是存款，所以要把理财换成存款，无论是定期还是活期。第三呢就是日期，这个日期是这样的，英国移民局呢就签证中心的话，他们主要就是看的你存款的存入日以及你存款证明打印日之间的这个间隔日期，只要这个间隔日期超过28天就 OK 了。在第一节的最后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因为今年2022年跟以往不太一样，由于乌克兰这个事儿导致了加急签证取消了，所以办理学签呢基本都在46周或者更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你这个存款呢还是真的不能卡着点儿，尽量还是往3个月这个方向存吧，存定存，这样才比较稳妥。第二节就是关于英国签证的一些数据，就是在对
中国大陆这方面吧。因为很多家长还有学生都很关心这点，我是不是会被拒签呢？其实可以从数据里的可以明显看出来，不用太担心。尤其是像学签这块，你看这个数据就能显示，中国的这个学签的成功率是99.74%，对吧？这已经是相当高了。注意，这是截止2021年3月的数据啊。换句话说呢，也只有0.26%的中国学生被拒签。而且呢，之前我参加过一些讲座，官方的，他们说大多数被拒签的原因就是抱有侥幸心理嘛，你没有提前准备存款证明之类，然后被抽查到了，然后就被拒签了。因为其实中国学生啊，就是中国人呢，对于英国这块来说，他是非常优质的消费者，人家凭啥要拒你，对不对？你说对不对？你只要证明你是有钱，你不会赖在那儿，人家凭啥要拒你？人家是希望你过去去消费去了，带动他们那儿整体的消费。而且呢，英国的这种移民政策也决定了去那儿容易留下来难，所以他很愿意给你开放签证的，这点和北美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说完了学签，咱们看一下旅行签证这块。中国的英国旅签的这个成功获批率也是很高的，有86.03%，总体的成功率也是只有67.29%的，对吧？这里是家庭团聚签证，中国也是比平均值要高啊，中国91.77%，总体的平均值也在只有86.88%。工作签证依旧如此，中国是97.49%，也是快100%了呀，平均值也是只有86.7%，足足高了10%。此外就是英国留学是否越来越卷，从英国政府的官方网站就可以看出来，毫无疑问的是在变得越来越卷的，对吧？前往英国的留学生中，中国是排名第一的数量，其次是印度，然后是尼日利亚、美国、巴基斯坦。关于前往英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截至2020年6月份是86000，2021年6月份是95000，也增长了10%啊！这是最大的一个去留学的群体，去英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学校，尤其是 QS 排名前100的学校，现在卡得越来越死的一个原因嘛。他们有底气啊，去的人多呀，对不对？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看到了会回复大家的。